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是18世纪清朝的统治者，坐在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里，你接到了一个紧急报告，说大清的西南边疆西藏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谋杀，地方权臣有反叛的迹象。这时候，你需要向拉萨下一道紧急谕旨。在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时代，这道谕旨要经历怎样的旅程？它首先要被翻译成满文和蒙古文，由军机处的张经连夜抄写，然后交给兵部的捷报处。一族骑着快马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翻越秦岭，到达四川成都。这还只是前半程。从成都开始，信使要沿着崎岖的川藏官道，翻越折多山、理塘高原，横断山脉，跨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海拔4-5千米的高原缺氧环境中穿行。即便使用清代最高规格的马上飞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600里、800里加急，一份公文从北京送到拉萨，最快也需要20多天。如果是普通的政务文书，往往需要2到3个月。这意味着，当你在北京看到拉萨的汇报时，那里的局势可能在2个月前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你做出的决策送达拉萨时，那里的负责人可能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处理完了，甚至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在如此极端的地理阻隔和技术限制下，清廷究竟是如何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将这片遥远且具有高度独特宗教文化背景的边疆牢牢纳入国家版图的？这背后最核心的制度抓手，就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其运作内幕的官职——驻藏大臣。当我们提到驻藏大臣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钦差大臣，或者是西藏地方的太上皇，掌握着生杀大权。然而，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档案中，就会发现这个职位的实际面貌远比这种简单的标签要复杂得多。驻藏大臣并不是从清朝一开始就存在的，他的权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经历了从最初的临时军事监视者，到后来的分权协调者，再到后来的最高行政督办者，乃至晚清时期的激进改革者等多重角色的演变。这一制度的每一个变化，都不是统治者坐在书房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面对边疆危机时，在信息迷雾、兵力赤字、财政困境以及多方利益博弈中被动进行务实调整的结果。要理解驻藏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必须首先回到这一制度诞生的起点，也就是雍正5年，公元1727年的那场拉萨血案。在雍正5年之前，清廷对西藏的统治模式并不是直接派官驻扎。康熙56年，也就是1717年，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政权准噶尔汗国派遣大将策凌敦多部率领精骑长途奔袭大漠，攻陷了拉萨，杀害了当时的西藏统治者拉藏汗，并囚禁了西藏的宗教上层。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惊了康熙皇帝。对于清廷而言，西藏不仅是一片边疆，更是蒙古各部信仰的皈依之地。如果准噶尔控制了西藏，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号召力来动员漠南、漠北蒙古，那么整个清朝的北方边防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康熙59年，清廷派出2路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队，护送7世达赖喇嘛进入拉萨。战争结束后，清军主力撤出，为了维持西藏的稳定，清廷建立了一种联合执政的体制。他不再设立单一的西藏王，而是任命了4位西藏本地的世俗贵族，也就是康济奈、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让他们共同担任噶伦，组成一个集体领导班子。清廷的初衷是美好的，希望通过这几位大贵族的互相牵制，达到长期和平的目的。但清廷忽略了西藏内部根深蒂固的地缘和家族矛盾。在这4位噶伦中，首席噶伦康济奈来自于后藏和阿里地区，他对清廷极度忠诚，但在拉萨的政治圈子里孤立无援。而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则代表着前藏世俗贵族的利益，他们对康济奈的权力和清廷的干预极为不满。到了雍正5年6月18日，矛盾终于彻底爆发。阿尔布巴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中设下伏兵。当康济奈前来办公时，
叛乱分子一拥而上，将康济奈乱刀砍死。随后，叛军在拉萨城内搜捕康济奈的家属和亲信，整个西藏随即陷入了剧烈的内战。当这个消息通过驿站历经2个月传到北京雍正皇帝的御案前时，事情已经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位于后藏日喀则的贵族波罗奈，在得知好友康济奈被杀后，迅速在后藏和阿里地区招募军队，起兵讨伐阿尔布巴。波罗奈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手腕，在清廷大军还在四川和青海集结，尚未入藏的时候，波罗奈的后藏军队就已经攻入了拉萨，将阿尔布巴等叛乱首领层层包围。雍正帝派遣的内阁学士森格、副都统马喇等人，此时作为清廷的钦差先遣队赶到了拉萨。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调停。因为在当时清廷的视野中，西藏内部的这出政变到底性质如何，他们并不能完全确定。他们害怕如果处理不当，会再次引来准噶尔的介入。根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雍正皇帝在给森格等人的谕旨中明确指出，对于西藏的事务，清廷的原则是以藏人治藏，尽量不要由内地官员直接插手民政。平叛结束后，阿尔布巴等叛乱分子被凌迟处死，而立下大功的波罗奈则得到了清廷的高度信任，被封为贝子。不久后又晋封为多罗贝勒，事实上掌握了西藏的世俗军政大权。然而，经历这场几乎颠覆西藏局势的内讧后，雍正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意识到，如果清军完全撤走，只留下西藏本土势力，那么一旦再次发生类似变乱，朝廷根本无法第一时间掌握信息，更谈不上及时反应。为了解决这个信息脱节的问题，雍正帝做出了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命令内阁学士森格和副都统马喇继续留驻拉萨，并统帅一部分从四川调来的露营兵，负责协理藏务。这就是驻藏大臣制度的雏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阶段驻藏大臣的真实职能。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正朝军机处折档，此时的驻藏大臣其官衔全称往往是钦差驻藏办事或统领驻藏官兵。在制度设计上，他们并不是西藏的地方行政长官。当时的西藏世俗最高统治者是波罗奈，宗教最高领袖是达赖喇嘛。那么这时候的驻藏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的核心任务可以概括为8个字：军事监视、信息汇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细节来观察当时驻藏大臣的工作状态。由于波罗奈能力极强，且对清廷表现得毕恭毕敬，当时的驻藏大臣在拉萨其实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边缘位置。他们手下只有1-2千名从内地轮防来的露营士兵，这些士兵的粮饷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四川省的转运，在物质条件上相当匮乏。驻藏大臣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这些驻军的日常操练，巡视拉萨城内的火药库，以及通过秘密渠道打听达赖喇嘛和波罗奈之间有没有闹矛盾。在《卫藏通志》中记载，当时的驻藏大臣每隔几天就要向北京写一份例行报告，内容巨细靡遗，比如今天拉萨的天气如何，达赖喇嘛今天吃了什么药，波罗奈今天去了哪座寺庙拜佛，有没有北方来的蒙古朝圣者行迹可疑。在这一时期，关于驻藏大臣的定位，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路径。一种解释路径认为，这是清朝在西藏建立主权管辖的决定性一步，驻藏大臣的常驻标志着西藏正式被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但另一种基于清代满文档案和西藏本地藏文史料的研究则提出，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军事存在和外交兼情报官。他们不干预西藏的税收，不插手西藏的司法，不管理西藏的宗宪官员任免，所有的日常民政完全由波罗奈的噶夏政府一手包办。清廷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高度自治的局面，是因为波罗奈本人是一个极其合格的代理人。他在位期间，不仅对内安抚了僧俗各派，对外还严密防范准噶尔，甚至在乾隆初年清廷西北用兵时，波罗奈还在西藏组织人力物力，为清军提供侧翼支持。只要代理人足够忠诚且有能力，清廷就乐于维持这种低成本的间接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在波罗奈统治的20年里，驻藏大臣虽然换了几任，
但基本都相安无事，甚至在乾隆10年，清廷因为考虑到财政开支和西藏局势的稳定，一度将驻藏清兵的数量削减到了只有区500人。然而，这种过度依赖代理人个人能力的制度设计本身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它最大的软肋在于，如果代理人死了，或者代理人的继承人不再忠诚，这套脆弱的平衡就会立刻崩溃。而由于驻藏大臣手里没有实权，一旦发生变故，他们连自保都成问题。这个潜在的危机在乾隆12年，公元1747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西藏郡王颇罗奈因病去世。乾隆皇帝为了安抚西藏各界，允许颇罗奈的次子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继承了西藏郡王的爵位。关于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的性格和动机，历史档案中留下的记录非常丰富。在《清高宗实录》和当时的驻藏大臣奏折中，他被描述为一个阴险、残暴且具有极大野心的人物。但如果我们摘掉这些道德评价的标签，从制度和利益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作为新一代的西藏统治者，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他的父亲颇罗奈拥有崇高的威望，能够压制住拉萨的大贵族和欺世达赖喇嘛。而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继位时，年轻的达赖喇嘛已经成年，开始表现出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西藏内部的世俗与宗教权力面临着重新洗牌。同时，北方的准噶尔汗国虽然逐渐衰落，但依然在秘密联络西藏的上层，试图重新寻找盟友。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搬掉头上的2座大山，一座是逐渐向他施加压力的达赖喇嘛集团，另一座就是常驻拉萨，虽然人少，但代表着中央权威的驻藏大臣。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极其冒险的政治试探。他首先借口西藏粮食供应紧张，向清廷上书，强烈要求撤走原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驻藏清兵。乾隆皇帝在接到奏折后，缺乏对西藏一线局势的精确把握。在当时的军机处档案中，乾隆认为西藏已经太平了20年，既然新任郡王提出要求，为了节省协饷开支，便同意将驻藏清兵进一步削减。最终，留在拉萨的内地士兵只剩下不到500人，且分散在不同的哨所，驻藏大臣身边几乎没有可以随时调动的主力部队。手里有了底气的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开始加速他的计划。他暗中除掉了对他不忠的哥哥，垄断了后藏的兵权，并开始拦截驻藏大臣和北京之间的驿站文书。更严重的是，清廷截获的情报显示，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已经派人越过唐古拉山，前往准噶尔，试图引准噶尔军队入藏，协助他彻底驱逐清廷势力。到了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拉萨的空气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和帮办大臣拉布敦正处于一个极其绝望的处境中。傅清出身极其显赫，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富察皇后的亲哥哥，也就是深得乾隆信任的重臣傅恒的胞兄。拉布敦也是八旗军中屡立战功的硬汉。他们两人通过各种渠道已经完全确认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即将发动叛乱的事实。但此时摆在他们眼前的残酷现实是，由于驿站被严密监视，他们向北京写的求援奏折根本发不出去，即便发出去，等到内地大军翻山越岭赶到拉萨，至少也是4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而他们手里只有几百名9卫上阵，分散在各处的露营兵。在20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也许可以轻易地为他们想出各种万全之策。但在1750年10月的那个严冬，在信息完全断绝、四周强敌环伺的战争迷雾中，这2位大清的大臣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抉择。他们知道，如果坐以待毙，一旦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公开反叛，不仅他们自己性命不保，大清在西藏经营了数十年的局面也将毁于一旦。关于傅清和拉布敦当时的真实心理，史料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但他们的行动被清晰地记载在《清史稿·傅清传》中。乾隆15年10月13日，傅清和拉布敦决定行使他们作为钦差的最后手段，采取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断然行动。
他们以大皇帝发放赏赐和宣读谕旨为名，邀请西藏郡王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前往驻藏大臣衙门，也就是拉萨城内的东关衙门。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虽然心存戒备，但他欺负驻藏大臣衙门兵力微弱，只带了少数随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衙门。当他登上衙门的2楼时，父亲和拉布敦突然关闭了大门。父亲当面宣读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勾结准噶尔谋杀亲兄的罪状。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埋伏在帷幕后面的几名满洲侍卫一拥而上。拉布敦拔出佩刀，一刀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刺死。这是一场极其成功的政治刺杀，但却是一场在军事上毫无退路的决死一搏。朱尔莫特纳木扎勒死后，他的党羽卓尼尔罗卜藏扎什迅速反应过来。此人展现出了极强的煽动能力，他立刻在拉萨全城散布谣言，宣称汉人杀了我们的郡王，还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一时间，被煽动起来的数千名藏兵和拉萨各大寺庙的激进喇嘛潮水般的涌向驻藏大臣衙门。卓尼尔罗卜藏扎什的军队将衙门层层包围，并开始往衙门内投掷火把和柴草，纵火焚烧。父亲在刺杀过程中就已经受了重伤，他看着漫天的大火和密密麻麻的叛军，为了不落入叛军之手受辱，毅然返回大火蔓延的内室，自杀身亡。拉布敦则率领着衙门内仅有的几十名侍卫和比贴士，提着长刀冲出大门，在拉萨的街巷中与数倍于己的叛军展开了惨烈的肉搏。由于终究寡不敌众，拉布敦在砍倒数人后力竭战死。驻藏大臣衙门内的所有清朝官员、文书、士兵以及家属几十人，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几乎全部遇难。这场被称为庚午西藏事变的惨剧，以一种极其震撼的方式撕开了清廷早期边疆统治模式的底牌。当父亲和拉布敦遇难的噩耗通过幸存者的秘密渠道，在2个月后传到北京时，乾隆皇帝震怒之余，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冷静与果断。他没有盲目的发动全面报复，而是迅速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命令四川总督策棱、提督岳钟琪率领2万大军，以最快速度从打箭炉入藏平叛；另一方面，他命令正在西藏主持大局的七世达赖喇嘛和康济奈的残余势力，立刻稳住拉萨局势，严密缉拿卓尼尔罗卜藏扎什等叛乱首领。事实上，由于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平素残暴，西藏内部的大多数高级僧俗贵族并不愿意跟着他一起反叛中央。在清朝大军刚刚跨过金沙江的时候，七世达赖喇嘛就已经组织西藏本地的力量，将卓尼尔罗卜藏扎什等反叛头目全部抓获。当策棱的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拉萨时，叛乱其实已经平息。但对于乾隆皇帝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惩办几个凶手，而是如何重新设计西藏的政治制度。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旧的模式已经彻底失败了。如果继续设立西藏郡王，把全部世俗权力交给某一个贵族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迟早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走向分裂或反叛。而如果继续让驻藏大臣充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影子监视者，那么未来的驻藏大臣依然会重复父亲和拉布敦的悲剧。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局面，乾隆16年公元1751年，清廷正式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是一份对西藏地方政治结构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标志性文件。13条章程的核心逻辑，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分权与制衡。清廷首先宣布永远废除西藏郡王制，从此以后，西藏不得再设立任何单一的世俗最高统治者。为了填补郡王废除后的权力真空，清廷正式下令建立了噶夏政府。噶夏在藏语里是发布命令的地方的意思。这个政府由4名噶伦共同组成，其中3名是世俗贵族，1名是僧侣官员。这4位噶伦的地位完全平等，他们必须集体办公，共同商议民政事务。任何一位噶伦都无权单独发布命令，这就在制度上杜绝了个人专权的可能。同时，清廷进一步抬高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规定噶夏政府在处理完日常事务后，必须将结果呈报给达赖喇嘛审批。
更重要的是，驻藏大臣的职能发生了质的飞跃。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不再仅仅是军事统领，而是获得了协办藏务的法定权利。噶夏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处理重大行政、司法、边防事务时，必须与驻藏大臣共同商议。驻藏大臣拥有了对西藏地方政务的实质性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了确保驻藏大臣的安全，清廷将驻藏清兵的数量重新恢复，并固定在了1500人，并在拉萨建立了长期的兵营。从雍正5年的军事监视到乾隆16年的协办藏务，驻藏大臣终于从西藏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权力的核心层。在这套新制度下，西藏形成了一种由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噶夏斯噶伦相互制约的三角权力结构。在随后的40年里，这套结构运行的相对平稳。达赖喇嘛虽然拥有最高的宗教威望，但他必须通过噶夏来实施行政，而噶夏内部的4位噶伦各有派系，互相掣肘，最后往往需要求助于代表朝廷的驻藏大臣来进行最终的仲裁。驻藏大臣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分权制衡艺术，以极低的成本维持了大清在西藏的政治在场。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制度的效能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设计，更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到了乾隆末年，也就是18世纪的最后10年，一场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暴风雨再次将这套运行了40年的分权体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逼迫清廷进行更大规模的制度彻底摊牌。这场暴风雨的制造者是今天尼泊尔的祖先廓尔喀人。18世纪中叶，廓尔喀沙阿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各部，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扩张型政权，其麾下的廓尔喀士兵以骁勇善战、作风顽强而闻名。统一之后的廓尔喀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土地压力，急需向外扩张寻找财源。而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在廓尔喀人眼里成了一块肥美且缺乏防御能力的肥肉。导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一起关于西藏传统铸币和宗教财产的复杂纠纷。在历史上，西藏地方自己是不擅长铸造银币的，长期以来，他们都是将白银运到尼泊尔，由尼泊尔的铸币厂代为铸造一种被称为章嘎的银币，尼泊尔则从中抽取高额的手续费。清朝中叶以后，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恶化，西藏噶夏政府试图限制尼泊尔劣质银币在藏内的流通，这极大地损害了廓尔喀人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西藏内部发生了一起高级活佛的财产纠纷。扎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乾隆皇帝赏赐了极其巨大的财宝给扎什伦布寺。然而，六世班禅的胞弟同样是高级活佛的沙马尔巴在财产分配中遭到了排挤。心怀怨恨的沙马尔巴竟然秘密逃往尼泊尔，投奔了廓尔喀国王。他详细地向廓尔喀人描述了西藏边防的虚弱，以及扎什伦布寺藏有何等惊人的财富，极力煽动廓尔喀出兵西藏。乾隆53年，公元1788年，廓尔喀军队跨越喜马拉雅山山口，突然入侵西藏辖下的吉隆、聂拉木等边境地区。西藏地方的藏军一触即溃。当战争爆发的紧急公文送达拉萨时，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舒长和帮办大臣承德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软弱和无能。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录，舒长等人在接到边境失陷的报告后，由于多年不闻军务，手里的1000多名清兵也缺乏训练，他们第一反应不是组织反击，而是如何瞒报和妥协。他们向北京上奏折时，极力淡化战争的严重性，将其描述为边民因贸易纠纷引起的微小摩擦。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竟然支持噶夏政府的噶伦，私下里派人去与廓尔喀军队谈判，答应每年由西藏地方向廓尔喀支付15000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以此换取廓尔喀人暂时撤军。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姑息政策，在国际政治中从来都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廓尔喀人拿到了第一年的赔款后，胃口被极大的吊了起来。到了乾隆56年，公元1791年，当西藏地方因为财政困难，未能按时支付第二年赔款时，廓尔喀国王派遣大将达莫达尔、潘德、
率领数千名精锐的库尔喀火枪兵，再次大举入侵西藏。这一次，库尔喀军队的目标极其明确，他们不再满足于边境的几个小县城，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攻占了后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日喀则。库尔喀士兵冲进了历代班禅的驻地扎什伦布寺，展开了极其疯狂的洗劫。他们砸碎了佛像，抢走了乾隆皇帝御赐的金银器皿、珍珠玛瑙，甚至连寺庙顶上的金瓦都被剥落。年轻的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随从的护送下仓皇逃往拉萨。当库尔喀人洗劫扎什伦布寺的惨剧传到拉萨时，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保泰彻底被吓破了胆。保泰在没有任何军事常识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其弱智，在军事上极其灾难性的决定。他竟然正式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建议，拉萨已经无法防守，为了安全起见，他准备护送达赖和班禅放弃拉萨，翻越唐古拉山，逃往青海甚至四川避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建议真的付诸实施，意味着清朝在西藏的200年经营将瞬间归零，大清在整个藏传佛教世界的威信将彻底破产。幸运的是，西藏地方的噶伦和僧侣上层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比驻藏大臣更清醒的头脑，他们强烈拒绝了保泰的逃跑方案，坚持留守拉萨。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此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后藏沦陷、扎什伦布寺被洗劫的真实情况。这位已经81岁高龄的皇帝，在听到保泰居然企图放弃拉萨，带着达赖逃跑的奏折后，爆发出了雷霆之怒。在《清高宗实录》中，乾隆用极其严厉的词汇痛斥保泰为无耻奴才，罪无可赦，当即下令将保泰革职拘禁，押解回京问罪。乾隆皇帝深深明白，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边境冲突，而是关系到大清帝国在整个亚洲内陆统治根基的整体考验。如果不能以雷霆手段彻底打垮库尔喀，整个西藏、青海乃至蒙古的思想都将发生动摇。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军事部署。他任命他最信任的宠臣，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协办大学士福康安为大将军，任命参赞大臣海兰察为副将，调集了满洲八旗最精锐的索伦汉族、吉林巴图鲁以及四川露营屯练兵共1万余人，浩浩荡荡开赴西藏。福康安和海兰察展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战略指挥和组织能力。当时正值寒冬，清军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越数千公里的内陆腹地，翻越海拔4-5千米、终年积雪的青藏高原。在福康安的严厉督促下，清军后勤部门在川藏、青藏官道上建立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物资供应线，从小金川、打箭炉一站站将火药、粮食运往一线。乾隆57年，也就是1792年春天，福康安率领的大清联军正式跨过金沙江，进入西藏。他没有在拉萨做过多的停留，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直奔后藏，在前线与库尔喀军队展开了正面决战。在这场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喀之役的战争中，清军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海兰察率领的索伦骑兵和四川屯练兵，利用高原地形，连续在擦木、吉隆等地大败库尔喀军。清军不仅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在福康安的指挥下，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决定，翻越喜马拉雅山，反攻库尔喀本土。清军在缺氧、严寒、山路极度崎岖的极端条件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后勤困难，一路连克库尔喀数道险关，6战6捷，直接打到了距离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只有几十里的协布鲁。库尔喀国王在绝望之中，不得不派人前往福康安的军营，战力启降。他们送还了在扎什伦布寺抢劫的全部财宝和掳走的人口，并呈递表文，发誓永远尊奉清朝为宗主国，每5年向北京进贡一次。库尔喀之役的胜利堪称清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它不仅彻底解决了西南边疆的外患，更为清朝彻底重塑西藏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作为大将军的福康安，在战争结束后奉乾隆皇帝之命，留在拉萨主持西藏的战后重建和体制改革。福康安在对西藏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
宗教进行深入调研后，向乾隆皇帝递交了一份长篇奏折。在这份奏折中，福康安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之所以屡屡发生内讧和外患，表面上看是遇到了像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这样的叛臣，或者像库尔喀这样的外敌，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制度已经腐烂不堪。福康安发现，在乾隆16年确立的分权体制下，虽然废除了世俗郡王，但出现了一个更加隐蔽且难以控制的毒瘤，那就是西藏大贵族对宗教权力的全面垄断和垄断后的腐败。在藏传佛教体制中，达赖和班禅是最高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转世灵童是通过传统的寻访来确定的。而这种所谓的寻访，在实际操作中完全由掌权的世俗大贵族和高级喇嘛说了算。福康安在档案中列举了一组令人震惊的事实：当时的8世达赖喇嘛、7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挑起这场战争的沙马尔巴活佛、红帽系噶玛巴活佛，他们竟然全部来自于同一个大贵族家族，他们互为兄弟叔侄。这哪里是什么神圣的宗教转世，这分明是西藏的少数几个顶级贵族家族通过操纵活佛转世的解释权，将西藏的宗教大权、世俗行政大权以及惊人的寺庙财产牢牢地垄断在自己家族内部。在这种家族分赃体制下，选出来的活佛和噶伦往往只知道唯利是图、任人唯亲。面对库尔喀入侵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家族的财产，而不是国家的边防。同时，福康安还指出，现任的驻藏大臣由于制度定位模糊，往往被地方贵族和喇嘛欺骗。驻藏大臣既不掌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也不了解西藏的财政税收，更无权过问边境的外交事务。每当发生危机，地方上就采取瞒报、欺骗的手段，而驻藏大臣为了应付差事，也乐得装聋作哑。如果不从制度上把这些根本漏洞堵死，大清即便打赢了100次库尔喀之役，西藏的局面也迟早会再次糜烂。乾隆皇帝完全采纳了福康安的洞察。在乾隆58年，公元1793年，经过清廷高层的反复斟酌，并由福康安在拉萨与达赖、班禅以及噶夏政府反复协商后，清廷正式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令——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这29条章程不是一次临时的政策调整，它是清朝统治西藏的根本大法，也是对驻藏大臣职能的终极定义。我们要想真正回答驻藏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就必须对这29条章程中的核心条款进行逐一的深度剖析。29条章程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4个字：全面督办。它彻底打破了过去因俗而治的间接统治底线，将驻藏大臣的权力推向了历史的顶峰。章程的第2条开宗明义的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太皇帝派出之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一体平起平坐，至噶伦以下僧俗官员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这一条在法律上明确了驻藏大臣在西藏的至高无上地位。它意味着驻藏大臣不再是协办或者监视者，而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实际行政首脑。达赖喇嘛和班禅在世俗事务上不再拥有超越驻藏大臣的决定权。为了把这个原则落到实处，章程在宗教、人事、军事、财政、司法、外交这6个核心维度上，为驻藏大臣赋予了极为具体且硬核的权利。首先是宗教领域的金瓶撤迁制度。这是章程的第1条，也是最具有政治智慧的设计。为了彻底斩断大贵族对活佛转世的垄断，乾隆皇帝御赐了2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用于蒙古各大活佛的转世；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用于达赖、班禅以及西藏各大呼图克图活佛的转世。章程规定，从此以后，当寻访到转世灵童的候选人时，必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文、汉文、藏文写在象牙签上，放入金瓶之中。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当着僧俗大众的面，用金筷子撤出一签，确定最终的活佛人选。如果是只有1名候选人，也必须放入一个空签进行撤签，只有撤中名字签才算数。撤签结束后，
必须由驻藏大臣上奏折给皇帝，由朝廷正式批准册封，活佛才能合法继位。金瓶撤迁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收回了藏传佛教最高神权的最终决定权，将其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手中，彻底粉碎了世俗贵族操纵宗教政治的利益链条。其次，在人事任免权上，章程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4位噶伦以及下属的代本、如本等僧俗官员，其任免、升迁、奖惩，一律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共同拟定，然后由驻藏大臣写成奏折，呈报给北京的大清皇帝批准。西藏地方没有任何权利私自任命高级官员，所有官员在任职期间必须接受驻藏大臣的定期考核，不称职者，驻藏大臣有权直接革职。第三，在军事指挥权上，章程深刻吸取了藏军在库尔喀之役中不堪一击的教训，下令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常备正规藏军。这支军队的编制、军饷、武器装备全部进行了标准化改造。最关键的是，章程规定，这支藏军的最高指挥权归驻藏大臣所有。驻藏大臣每年春天和秋天必须亲自前往前线和各哨所阅兵，检查藏军的操练和武器保养情况。同时，章程还在吉隆、聂拉木等喜马拉雅山隘口设立了长期的边防哨所，由驻藏清兵和藏军共同驻守，定期换防，所有边防情报必须第一时间直报驻藏大臣衙门。第四，在财政与司法权上，章程下令由中央统一在拉萨设立铸币厂，铸造一种正面刻有乾隆宝藏、背面刻有藏文的标准化银币，严禁任何私铸和外国货币在藏内流通。西藏地方的所有税收、寺庙的香火钱收入以及达赖和班禅的财政开支必须登记造册，接受驻藏大臣衙门的严格审计。在司法方面，章程规定，西藏的普通民事纠纷可由噶夏处理，但凡是涉及人命、重大人身伤害或者涉及跨地区、跨民族的重大刑狱案件，噶夏政府无权擅自判决，必须将案犯和卷宗移交给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亲自审理、定罪并发布判决令。第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对外交权力的绝对垄断。章程明确规定，西藏作为大清的疆土，其边境接壤的库尔喀、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国家和地区，凡是涉及边界划定、贸易往来、使节出入等一切外交事务，一律由驻藏大臣统一全权处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噶夏政府的官员，严禁擅自与外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通信，严禁私自接待外国使节。凡是外国送给达赖和班禅的信件和礼品，必须首先送到驻藏大臣衙门进行检查，由驻藏大臣代为草拟回信。当我们把这29条章程的内容全部梳理一遍后，我们不得不叹服乾隆皇帝和福康安在制度设计上的严密与宏大。从字面条文来看，驻藏大臣此时手中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内地任何一个省份的总督或巡抚。他们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还是最高军事统帅、最高法官、最高财政审计官，甚至还是最高神权的裁判者和大清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区域的最高外交官。然而，历史研究最有趣的魅力，恰恰在于将理想的制度设计与冰冷的现实运作进行对比。在历史频道宪法的约束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罗列这些完美的法典条文，把解释包装成事实。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真实的19世纪，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撑的现实环境中，这套看起来无所不能的驻藏大臣制度究竟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如同条文所说的那样，做到事事督办，算无一策吗？答案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由于地理、文化、编制和国力衰退所造成的巨大鸿沟。在实际运作中，历任驻藏大臣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几大难以克服的系统性约束。第一个约束是极度的编制赤字和语言障碍。虽然29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清廷出于对财政开支的斤斤计较，以及对边疆官员权势过大的防范，并没有为驻藏大臣建立一个庞大的配套官僚机构。常驻下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实际上只有2位正印长官，即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
他们从内地带去的随员极少，通常只有几十个笔帖式、书记官和几名满洲侍卫。这意味着驻藏大臣衙门本身不具备直接管理西藏每一个宗、每一个县的行政能力，而西藏底层的广大农奴、无数的寺庙和宗本官员，他们只讲藏语，不懂汉语和满语。驻藏大臣想要发布任何一道命令，想要审计任何一笔财税，想要审理任何一件案子，都必须依赖噶夏政府的4位噶伦以及衙门里的藏文翻译。这种对本地中介机构的高度依赖，给地方贵族提供了极大的阳奉阴违的空间。在很多时候，西藏地方的噶伦们会采取一种聪明的政治策略，在表面上，他们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极度恭顺，所有的文件都翻译成漂亮的满文呈报上去，口口声声遵照太皇帝谕旨办理。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驻藏大臣根本不可能亲自跑到几百里外的偏远宗县去监督，底层的运作依然完全按照西藏传统的贵族和寺庙规矩在运行。第二个约束是空间距离带来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心理。正如我们开篇所说，北京到拉萨的文书往返长达数月，这种极端的空间割裂对驻藏大臣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清代的官场体制中，边疆大臣如果主动发起某项重大改革，或者介入本地的深层利益冲突，一旦处理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动乱，朝廷惩罚起来是极其严厉的，往往是抄家、充军，甚至断头。而如果西藏内部平安无事，驻藏大臣就能平平安安地熬满2-3年的任期，然后调回内地升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除了像福康安这样带有特殊使命background 极其硬朗的大将军之外，大多数后来被派往西藏的普通八旗官员，往往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因循守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平庸心态。在道光、咸丰年间的驻藏大臣奏折中，这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当时的驻藏大臣孟宝、玉明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最常用的词汇就是西藏地方僧俗安静，藏民感念皇恩，别无异动。他们很少主动去审计寺庙的财产，很少真正去过问边防哨所的实弹演练，甚至对于29条章程中规定的每年春秋2季阅兵，到了19世纪中叶，也往往变成了在拉萨城郊走走过场的礼仪性活动。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维持表面上的礼仪平衡上，只要达赖和班禅按时向北京进贡，只要西藏没有发生公开的叛乱，他们就乐得放权给噶夏政府去具体管理。第三个约束是致命的兵力赤字与经济依赖。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强有力的行政管辖，其最终的后盾必须是绝对的武力优势。然而，清朝在西藏的军事存在，从一诞生开始就是非常微弱的。自乾隆58年以后，驻扎在西藏全境的内地八旗和露营兵总数被固定在1500人左右。这1500人不仅要驻守拉萨，还要分散到日喀则、江孜、定日、吉隆等相隔数百里的边境据点上。在每一个具体的哨所里，往往只有几十名甚至10几名清兵。在成平时期，这微弱的兵力配合着朝廷的巨大威严，足以吓阻周边的中小部落。但如果遇到真正的强敌，或者西藏内部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动乱，这1500人根本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这支微弱军队的生命线完全掌握在内地的财政协饷上。西藏本身由于高寒缺氧、物产匮乏，其地方税收主要是青稞、酥油和少数银两，只能勉强维持噶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日常开支。驻藏清兵和驻藏大臣衙门的所有薪饷、火药、军械几乎100%需要由四川省每年通过川藏官道运送10几万两白银入藏来报销，这在历史上被称为藏饷。如果四川省的财政宽裕，藏饷能够按时足额运到，驻藏清兵尚能维持士气。然而，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大清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无底深渊。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尤其是咸丰年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将大清朝廷和各省的财政彻底榨干。作为藏饷主要提供者的四川省，自身也面临着频繁的起义和巨额的军费开支，开始年年拖欠藏饷。根据咸丰、
同治年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四川总督的奏折记录，运往西藏的饷银常常一拖就是2-3年，甚至在某些年份连1/3都无法送达。这个残酷的经济现实给拉萨的驻藏大臣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没有钱，驻藏清兵的衣服破烂不堪，军械生锈，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到了后来，一些驻藏的露营士兵为了谋生，不得不放下武器，在拉萨街头开店做小买卖，或者给西藏的贵族和寺庙当长工挑水干活。当太皇帝的军队落到了需要靠给本地农奴主打短工才能糊口的境地时，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上层眼中的政治权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在缺乏兵力支持和饷银供应的窘境下，19世纪中后期的驻藏大臣，其真实的职能发生了悄然的异化。他们不再是那个能够颐指气使、全面督办的最高行政首脑，而是退化成了一个在西藏各大政治势力之间苦苦维持平衡的政治和事佬。当时的西藏政坛，由于9世、10世、11世、12世达赖喇嘛往往在成年之前就神秘圆寂，西藏的世俗行政权力实际上长期掌握在由朝廷册封的摄政活佛，如功德林活佛、丹杰林活佛、热振活佛以及噶夏政府的顶级贵族手中。这些本地掌权者之间为了争夺摄政大权，经常展开惊心动魄的派系斗争。由于驻藏大臣手里没钱没兵，他们根本无力去强行压制这些斗争，只能利用太皇帝赏赐的头衔、黄缎子和名誉，在不同派系之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微妙平衡。谁在拉萨的势力大，驻藏大臣往往就默认谁的统治，只要对方名义上还尊奉清朝正统即可。这种靠消耗大清前期积累的历史威信来维持的脆弱平衡，如果在一个封闭的外部环境中，也许还能苟延残喘很久。然而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当西方工业文明的铁蹄践踏着亚洲古老帝国的疆界时，西藏这片原本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终于无法避免地被卷入了全球地缘政治的绞肉机中。而这一次，大清200年边疆统治的最大挑战者，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汗国或山地部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帝国大英帝国。占领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大英帝国，将其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在英国人的全球战略视野中，西藏具有双重极其重要的价值。第一，它是英国保护其女皇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印度北部边防的绝佳天然屏障。第二，英国人极其渴望打开西藏的门户，将其作为英国商品进入中国大西南腹地的便捷通道。为了试探西藏的虚实，英国人首先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逐步剪除了西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藩属和防线。他们利用武力逼迫哲孟雄，也就是今天的西金和不丹，脱离了与西藏的宗藩关系，将其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光绪14年，公元1888年，英国借口边界纠纷，发动了第一次亲藏战争。英国军队越过龙土山，向藏内推进。面对外敌入侵，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生态，其表现彻底暴露了晚清边疆官员在面对近代化降维打击时的进退失据。生态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动，而由西藏贵族组织起来的传统藏军，手里拿的依然是乾隆年间留下来的鸟铳和长矛，在英国近代的机枪和火炮面前，瞬间遭遇了灾难性的惨败。生态在没有任何外交底牌的情况下，奉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务必隐忍和局，不可扩大战端的圣旨，只身前往印度与英国谈判。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生态代表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在这份条约中，清廷不仅正式承认了哲孟雄归英国保护，还割让了龙土山等大片边界要隘。这个条约的签署在西藏内部引发了一场里氏10级的大地震。西藏的僧俗上层，尤其是逐渐成年的13世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和清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和愤怒。在西藏人看来，200年来，西藏之所以尊奉大清为宗主，按时进贡，接受金瓶撤迁，核心的政治契约在于
大清作为中央政府，必须在西藏面临外敌入侵时，提供如同库尔喀之役那样的强大军事保护。而现在，当英国人打到家门口时，驻藏大臣不仅没有带来一兵一卒的满洲巴图鲁，反而一味要求西藏人放弃抵抗，甚至在没有征求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任何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在条约上签字，将西藏的领土和传统属国慷慨地割让给了英国。这种极其屈辱且伤害本地核心利益的外交操作，彻底撕裂了29条章程所建立的政治合法性。13世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不承认驻藏大臣擅自签署的藏印条约，并下令噶夏政府拒绝在边界上设立界碑。西藏的上层开始意识到，清廷已经变成了一只纸老虎，根本指望不上。为了寻求自保，13世达赖喇嘛在身边一些激进僧侣的怂恿下，开始做出一个极其危险的尝试。他们试图绕过驻藏大臣，秘密跨越西伯利亚，去联络沙皇俄国，试图引进沙俄的力量来牵制英国。13世达赖喇嘛的这一联俄拒英的小动作，虽然由于沙俄距离遥远，虚张声势而未能取得实质效果，但却彻底激怒了对俄国扩张极度敏感的英国印度总督寇松。为了抢在俄国人之前彻底控制拉萨，光绪29年，公元1903年，英国派遣麦克唐纳将军和荣赫彭爵士率领一支由数千名英国正规军和锡克教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发动了第二次大举亲藏战争。英军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和后装线膛炮，一路北上。藏军在江孜等地组织了极其悲壮但也极其绝望的抵抗，数千名藏族士兵在英国人的现代火力网面前成片的倒下。光绪30年1904年8月，英国远征军的大炮架在了拉萨城外。13世达赖喇嘛在英军进城前几个小时，带着少数随从仓皇离开布达拉宫，踏上了前往外蒙古和内地的流亡之路。而此时留在拉萨城内的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其无能和昏庸在清代治藏史上留下了最耻辱的一页。有泰此人出身八旗世家，完全是一个毫无远见和风骨的官场老油条。在英军一路北上的数月时间里，有泰不仅没有组织拉萨的防务，反而天天在衙门里克扣清兵和藏军的粮饷。当英国大军进城时，有泰竟然下令衙门的随员打着大清的旗帜，亲自出城迎接英国将军麦克唐纳，并邀请英国军官到驻藏大臣衙门里赴宴。在荣赫彭撰写的回忆录中，他用充满鄙夷的笔调写道，这位大清的驻藏大臣在宴会上极力讨好英国人，甚至抱怨西藏的喇嘛太不听话，希望英国人替他好好教训一下这些西藏人。在有泰的默认和协助下，英国人强迫留在拉萨的噶夏官员签署了极其苛刻的拉萨条约，规定西藏向英国赔款50万英镑，并允许英国在江孜、亚东等开埠通商。有泰本以为自己通过迎合英国人能够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在拉萨的平衡，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这种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内地的开明派官员和清廷的高层。有泰在拉萨的丑态被其他官员弹劾，光绪32年，清廷下令将有泰革职查办，抄没家产，押解回京。第二次亲藏战争的惨剧和有泰的彻底失败，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宣告了乾隆皇帝设立的历经100年的驻藏大臣全面督办体制在近代帝国主义面前的彻底总破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往往在最绝望的废墟中会激发出最强烈的制度自救冲动。清廷内部的一些具有现代眼光和爱国情怀的改革派官员，如外务部尚书瞿鸿基、四川总督西凉等人，在极度的痛定思痛后意识到，大清在西藏之所以陷入如此被动挨打、外人渗透的境地，其根源恰恰在于200年来那套基于因俗而治的间接统治逻辑。在近代民族国家主权争夺的残酷现实中，所谓的藩部自治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给列强提供了渗透的真空。想要保住西藏，大清就必须彻底抛弃旧的驻藏大臣外壳，在西藏推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土归流与直接行政化改革。这场大清帝国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动的悲壮自救，史称清末新政治藏。这场新政的序幕是由一位名叫张荫堂的官员拉开的。
光绪32年，公元1906年，清廷任命直隶按察使张荫堂为钦差查办藏事大臣，入藏查办有泰留下的烂摊子。张荫堂是一位接受过近代外交训练、具有强烈现代主权意识的杰出官员。他一进西藏，就展现出了与以往那些因循守旧的八旗大臣完全不同的作风。他深入民间，广泛接触西藏底层的僧俗百姓，痛陈驻藏大臣衙门过去的腐败和地方贵族的专权。在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研后，张荫堂向清廷递交了一份震惊朝野的长篇报告，这就是著名的《治藏19条》。在这份报告中，张荫堂以一种极其现代和激进的语言，为西藏的未来开出了一剂猛药。他主张大清必须在西藏实行全面彻底的主权化管辖。他建议清廷，第一，革除旧的驻藏大臣衙门，设立西藏行省，将西藏的政治地位与内地各省完全等同起来，由朝廷直接派遣巡抚和布政使进行管辖。第二，在西藏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开办现代学校，设立医院，建立农业和矿务局，修筑公路，推行邮政和电报系统。第三，也是最核心的，必须在西藏实行改土归流，逐步收回达赖、班禅以及各级土司、大寺庙的世俗行政权和司法权，将其收归朝廷设立的现代政府，消灭神权政治。清廷完全批准了张荫堂的构想，并任命具有极强执行力的满洲正白旗人连玉为新任驻藏办事大臣。连玉成为这一激进治藏新政的首席执行官。连玉在拉萨的一系列操作，堪称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风暴。他首先在拉萨建立了现代巡警制度，开办了西藏第一所男女同校的现代学堂，从内地请来老师，教西藏的孩子学习汉语、算术和近代科学。他设立了农务局，引进了内地的蔬菜品种和种植技术，尝试在拉萨周围开垦荒地。为了打破西藏地方贵族对信息的垄断，连玉还创办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份报纸《西藏白话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向普通民众宣传爱国主义和近代卫生、法律知识。然而，连玉非常清楚，所有的现代化改革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作为后盾，在西藏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面前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为了彻底改变驻藏清兵积贫积弱的局面，连玉在清廷的支持下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军事举措。他派遣四川总督西凉以及后来被称为赵尔丰的川边编务大臣，在四川和川藏边界建立了由现代军火武装起来的川军新军。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极其铁腕的改土归流，消灭了大量反抗的土司，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连玉强烈要求赵尔丰派遣这支新式川军入藏，以武力强行作为新政的后盾。宣统2年，公元1910年2月，由大将钟颖率领的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川军新军越过金沙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拉萨城。这是近100年来第一支进入西藏的清朝现代正规军。他们的到来让刚刚从外蒙古流亡归来的13世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大贵族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骨子里的恐惧。西藏的传统统治阶层发现，这一次驻藏大臣连玉不再是过去那个可以被他们用谎言和礼仪轻易糊弄的和事佬了。连玉手里不仅有枪，而且他的目标是直接取消贵族和寺庙维持了数百年的全部土地、农奴和政治特权。在极度的恐惧和对抗心理下，13世达赖喇嘛在川军进拉萨的当天晚上再次做出决定，连夜逃离布达拉宫，仓皇逃往印度，去投奔他曾经视为死敌的英国人。连玉在得知达赖再次逃跑后，表现出了极其决绝和铁腕的态度。他当即上奏朝廷，宣布再次褫夺13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命令中影的川军在西藏全境展开戒严，强行推行新政的各项法令。一时间，西藏各宗县的旧官吏被大量罢免，内地的行政官员开始直接接管西藏的基层政权。清末的治藏新政无疑是一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主权自救运动。它在极短的时间内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对西藏在国际法意义上的直接主权管辖，粉碎了英国试图通过扶持达赖来实现西藏独立的阴谋。
然而，在历史频道宪法的复杂性原则审视下，我们必须看到这场改革背后隐藏的巨大悲剧性和致命的制度局限。连玉和张荫堂的改革，用现代的话说，是一种急躁的超前现代化。他们试图在短短3-5年的时间里，用强力手段彻底撕裂并摧毁西藏维持了200年，由驻藏大臣与本地僧俗共同维系的地缘政治生态平衡。这种高压的剥夺本地利益的行政化改革，在缺乏足够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民众认同的前提下，将西藏所有的世俗贵族、各大寺庙的数十万喇嘛一股脑的全部推向了中央政府的对立面。他们表面上在川军的刺刀下保持沉默，但内心深处积蓄着如同火山爆发般的仇恨与反弹。整个西藏的局势变成了一个被高压死死按住的火药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发生毁灭性的爆炸。而这个毁灭性的火星并没有让拉萨等待太久，它不是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军，而是来自大清帝国自己的心脏。宣统3年，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延续了200多年的满清王朝瞬间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当这个天崩地裂的消息跨越数千公里的山川，在1911年底传到拉萨时，正在西藏推行新政的川军和驻藏大臣衙门瞬间遭遇了灭顶之灾。武昌起义的爆发意味着连玉和川军失去了他们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他们不再是大清帝国的钦差和王师，在很多人眼里，他们成了旧制度的残余。更致命的是，内地的混乱导致原本就已经极其脆弱的藏饷彻底在这一天断绝了。没有了中央财政的饷银，留在拉萨和各哨所的1000多名川军新军士气瞬间崩溃。由于这些士兵大多是四川人，他们极其渴望回到家乡，而内部也分成了支持革命的同盟会派系和效忠清廷的保守派系。在极度的绝望和饥饿中，拉萨的川军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兵变。他们不再听从驻藏大臣连玉和将军钟颖的指挥，为了搜刮回家的路费和粮食，他们竟然冲出营房，在拉萨城内展开了疯狂的抢劫。他们抢劫了拉萨普通百姓的商店，甚至冲进了一些传统的寺庙，夺走佛像上的金银。川军的兵变和暴行成了西藏保守势力等待已久的最佳借口。一直隐藏在暗处的西藏大贵族和各大寺庙的激进喇嘛迅速组织动员起来，他们高举着保护宗教、驱逐川军的旗帜，组成了数万人的武装。流亡在印度的13世达赖喇嘛也迅速派出代表，在英国人的暗中资助下，向藏内运送大批现代武器，组织全面反攻。一时间，整个拉萨城、江孜、日喀则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绞肉机。西藏的本地武装将驻藏大臣衙门和川军的营地层层包围，双方在拉萨的街巷、房屋、寺庙之间展开了长达数月、极其血腥的拉锯战和围困战。到了1912年的夏天，困守在拉萨孤岛之中的驻藏办事大臣连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衙门内的存粮早已吃空，随员和士兵们只能靠煮皮带、吃马肉度日。外面是铺天盖地的西藏武装的隆隆炮火，身后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大清朝廷，而前方是永远不可能再送达的内地援军。在200年前，他的前辈傅清和拉布敦面对类似的绝境时，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壮烈牺牲，而在200年后的1912年，面对着整个时代的轰然谢幕，连玉的选择多了一份历史的无奈。在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四川地方官员的反复斡旋下，在英国驻亚东商部官员的所谓仲裁下，双方最终签署了停战协议。西藏地方允许困守拉萨的川军士兵和清朝官员放下武器，交出重型装备，由西藏地方提供路费，通过印度加尔各答乘船撤回内地。1912年10月的拉萨，天空飘着清冷的细雨。最后一任办事大臣连玉在几名形容枯槁的随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了他工作并为之奋斗了数年的驻藏大臣衙门。他回望了一眼那座曾经代表着大清至高无上权威、
如今已被炮火熏得漆黑的东关衙门大门，默默地登上了前往印度的马车。随着连玉身影在喜马拉雅山山口的渐渐远去，这一项诞生于雍正5年，确立于乾隆58年，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运行了整整184年的驻藏大臣制度，终于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灰飞烟灭，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我们今天完整的回顾完驻藏大臣近200年的兴衰历史，再来审视我们最初的核心问题，清朝如何在交通极度不便、环境极其极端的遥远边疆维持统治，我们会发现答案绝不是一句话或者某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套高度务实、充满韧性，但也伴随着巨大局限性的动态博弈机制。清廷在西藏的统治从来不是靠在边疆维持一支庞大到可以碾压一切的军队。在漫长的18、19世纪，清朝派遣并常驻在西藏的正式官员和军队，其数量之少，在世界殖民史和边疆管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清廷真正的统治秘诀在于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够极其敏锐地感知到地缘政治和内部权力的微妙变化，并不断在军事监视、分权制衡、全面督办和直接行政化这4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之间寻找一种基于当时国力和信息边界的成本最低的平衡点。在雍正时期，面对准噶尔的致命威胁，他选择退居幕后，利用波罗奈这位极其强悍的本地代理人实行因俗而治，驻藏大臣只是一个负责传递情报的影子。到了乾隆中期，当代理人制度由于个人野心而失控，导致富清和拉布敦的惨剧时，他如果盲目采取内地化的直接管辖，其财政和物流成本将直接拖垮帝国。于是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建立了噶夏政府，通过消灭单一世俗王权，扶持宗教领袖与多位贵族集体领导的三角分权体制，让驻藏大臣成为一个成本极低的终极裁判者。而当这种分权体制由于内部贵族的家族贪婪而走向腐败，导致库尔喀洗劫扎什伦布寺的巨大外患时，他又展现出了一个中央帝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边疆的铁血意志。福康安长途奔袭的军事奇迹催生了29条章程的诞生。他通过金瓶撤迁制度，将宗教的神权决定权收归国有，通过赋予驻藏大臣外交、军事、人事、财政的绝对垄断权，将西藏的政治地位提升到了全面主权管辖的顶峰。然而，任何完美的制度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技术条件和国力底座的约束。当19世纪大清帝国自身的财政因为内忧外患而走向枯竭，当四川的藏饷开始年年拖欠，当大英帝国带着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和现代国家主权扩张的贪婪触角深入喜马拉雅山时，就有的依靠历史威信和礼仪平衡来维系的驻藏大臣外壳，便不可避免的在近代化的降维打击面前暴露出其兵力赤字、信息断层和机制僵化的致命死穴。清末新政时期，张荫堂和连玉等开明官员发动的激进自救，试图在废墟上将西藏一步到头的推向现代化和直接行省化。这种超前的制度摊牌，虽然在法理上死死定住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它由于用力过猛，彻底撕裂了延续200年的本地利益平衡，最终在辛亥革命的国内政治大崩盘中，以一种极为悲壮和混乱的方式走向了终结。历史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不是我们在200年后去制造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或者用今天的全知视角去嘲笑古人的局限，而是去真实的面对和理解古人在当时的战争迷雾中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和做出的务实选择。驻藏大臣制度的184年，不是一段枯燥的官职更替史，而是一部大清帝国在极限的空间阻隔、极度的资源匮乏中，为了捍卫国家疆域完整而展开的一场长达200年的精妙而又沉重的制度长征。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